首先感谢高等教育财团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到这儿来参加这么一个盛大的一个活动。当然，特别的感谢这朴大使邀请我来参加。朴大使刚才的中文讲得这么好，让我有点遗憾。我应该当时年轻时候学习韩语，和这样的我也可以在这儿受一下，是吧？来显示一下。今天呢，因为我不会呢，所以就是说不能这样做。但是我想，朴槿惠总统和朴大使在他们讲话的时候都使用汉语，这个现象它标志中韩关系的确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就大家希望用对方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用这个方法来加近两国之间的关系。今天呢，我来到这里呢，是应这个朴大使邀请啊，介绍一下中国新政府外交政策有了什么变化。我想呢，我在谈中国政府有了什么外交政策调整之前啊，先说一说中国政府外交政策还有哪些没有变化的地方。也就是说，这届政府在继承着上届政府哪些政策啊？多数人都认为，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领导人之后，他外交政策呢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和改变。那么其实呢，这个政策调整是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有继承性基础上的调整。那我先介绍一下就是哪些没变。第一点，我觉得没有变化的就是说，今天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是服务于国内的经济发展。这个政策呢，我估计不但是这届政府没有改变，下一届政府也很难改变。对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讲，它难以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考虑，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和谐直接相关，不考虑这一点是做不到的，是吧？第二一点没有变化呢，就是在双边关系中间，中国的外交政策它仍然把中美关系放在最主要的考虑。那么这一点呢，在中国国内呢有过一个争论，就是说到底要不要继续坚持以美国为重中之重。那么现在呢，其实是你怎么去理解这个说法，就是以美国为重中之重。现在无论中国政府想以美国为重中之重，还是不想以美国为重中之重，这个说法是继续还是放弃，这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特殊性都决定了中国必须看重和美国的关系。因为美国是现在世界上公认的最强大的国家。那么中国如果和美国这个国家的关系搞得非常的不好，对中国自己来讲会构成非常大的困难。所以为了中国自己，也得想办法改善中美关系，尽管中美关系改善是非常困难的，是吧？所以大家也看到，这个尽管美国没有安排习近平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的领导人还是去了美国，即使是不是国事访问，也要跟美国讨论双边关系今后要怎么发展。那么第三一点，我觉得没有改变的就是什么呢？中国仍然要争取维护目前所面临的这种和平环境。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就是说中国不想卷入任何战争。这个政策已经从这个90年代末期开始执行到现在，已经是20多年，是吧？那么今后10年呢，这个政府还是这样的政策。这点相关的就是韩国的这个百姓和韩国的学者非常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到底是无核化优先，还是地区稳定优先？我自己的理解，无论中国政府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的政策上有什么样的变化，保证这个地区不发生战争，将长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考虑。大家想一想，如果需要通过战争方式实行无核化，中国政府无论都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就通过打一场仗使这个朝鲜半岛没有核武器了，这不是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而且我不认为今后的政府的这个决策者会
改变这种把维护地区稳定作为首要考虑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昨天我看到美国的一个学者发表一个讲话，布鲁金斯的，说中国现在的政策在朝鲜无核化的问题上是地区稳定和无核化是并重。美国呢说美国对此非常不满意，美国对此呢仍然不满意，说比以前好了一点，但仍然不满意。希望什么呢？希望中国把无核化放在首位。大家想一想，如果把无核化放在首位，把维护地区和平放在第二位，那就是说，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政府得做出一个决定，宁可进行战争，也得实现无核化。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对我们来讲，是不进行战争是第一位的呢，还是无核化是第一位的呢？你本身对核武器的恐惧就是担心发生战争，然后你说我们为了解除这个担心，咱们进行一场战争，我想美国人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本身就是错误啊。那么最后一点，我说没有变化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对外政策可能更加看重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你们会看到习近平当选国家领导人之后，访问了非洲，访问了拉美，然后访问了俄罗斯，访问了南非，参加了这个金砖国家会议。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今后的对外政策可能更加注重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吧？这一点我觉得没变化。好了，那么今天来的目的不是说中国政府外交政策哪些没变，是吧？不是讲中国外交政策怎么维持了一贯性。今天是讲这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是吧？那我想说呢，第一个可能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说从过去强调韬光养晦，是吧？英文叫 keeping low profile， 变成呢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变化。为什么是个原则性的变化呢？韬光养晦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不当头，不要介入别人的冲突。就跟我没关系的事儿，我们不要介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你就要介入那些跟自己不直接相关的这些事物，这是不一样的。而且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在这儿发生：想承担责任的国家不当头，这是做不到的。我们就说这个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利比亚和叙利亚发生了战争。美国不当头，所以美国就不再介入，美国就不承担责任。法国承担的责任比美国多，法国就得在这儿当头。在每一个具体事务上，你承担的责任越多，你当头的不可避免性就增强。如果你承担了全部的主要的责任，你就不可避免要当这个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想在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方面，中国将承担更多的责任。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区，中国想避免过去那种不介入别人的冲突、不当头这个原则，就很难再继续下去。第二点一个变化，因为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这是中国政府新一届领导以及新的外交部的负责人都反复重复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第二一点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从跟上面相关的不介入别人的冲突，到变成是要对全球性的和地区性的安全问题进行参与。中国就是说，对全球性的安全问题和地区性的安全问题，开始要采取积极介入和积极参与的政策，是吧？在利比亚问题上，中东嘛，跟中国离得比较远，本身是不想介入，所以利比亚问题上，中国就投了弃权票。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就是采取了选边的政策，支持一方，是吧？投了反对票。那么在东亚问题上，大家看到，中国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对周边国家之间发生的这些个矛盾，中国开始要选边，是吧？无论它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表态，是吧？如果说到这个
在这个日本跟韩国的这个主导纷争问题上，中国政府就只能站在韩国一边。中国政府不能对韩国讲，这是你跟日本的冲突，跟我没关系，我不介入你们这之间的事儿，是吧？中国就得不管是怎么样，用一种方式表示，要告诉韩国的民众，中国在独岛问题上是站在韩国一边，是吧？另外一个变化呢，就是从中国大家知道，曾经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导致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它很封闭。是吧？那时候我们跟外边也没有贸易，也没有留学生，也没有往来啊，更没有跨国婚姻。不像现在中国很多中国人跟韩国人结婚，这种事儿在当时是没有的。那现在今后是越来越多。当时提出的叫做融入国际社会，所以几十年来中国外交政策都是在采取叫融入国际社会。现在有了一个变化，就是说从融入国际社会，比如说加入 WTO。讨论的是中国是不是接受这个国际规则，是吧 ？WTO 的国际规则，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规则。现在中国开始是说讨论我们发展和建立什么样新的规则。最新的一个讨论就是关于网络安全 （cyber security）。这个网络安全现在国际社会是没有规则的。所以对中国来讲，不是融入国际社会，遵守一个已有的国际规则，是要讨论我们怎么建立新的规则，对这些个新的危险问题要进行讨论。对贸易问题也是一样，比如现在美国开始从支持自由贸易转向搞保护主义，要搞公平贸易。那么中国就说你这个改法不行，中国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对自贸区。对自由贸易的原则要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从这意义上来讲，就是说中国政府从原先怎么参加到国际社会，到变成怎么来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社会，塑造这样的一个公平合理的原则，是吧？我昨天来在飞机上，刚看到了一个咱们韩国的一个英文的报纸，是说这文章是讲习近平和潘基文两个人之间的一次讨论，就是潘基文访问中国的时候，他那里边讲，就是习近平反复对潘基文讲，联合国要做公平事，联合国要坚持正义，是吧？也就是说，中国不是像过去说联合国干什么我弃权，是吧？曾经我们弃权很多，现在不是。中国人说联合国，我们认为联合国应该是一个公平的、正义的国际组织，做事要公平，要正义。我还有2分钟，好嘞，我2分钟啊。那么，这个再有一点的这个变化呢是什么呢？中国从这个鼓励中国人，就从引进外资和鼓励中国人走出去，我们的一个说法叫做原来叫引进来走出去这样的一个政策。现在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说中国要为走出去的海外企业、个人和中国海外的利益提供安全保障。过去中国的对外政策，就是说这些个交流的政策，很大程度是政策目标是扩大市场、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现在不是，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的资金要走出去，企业要走出去，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怎么保护他们在海外的安全、投资的安全、人员的安全和企业的安全。从这意义上来讲呢，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将更加考虑安全的问题。最后呢，我想说，现在还没有发生变化，但有可能发生变化。那么第一个呢，变化就是说，中国目前继续坚持1982年开始的不结盟政策，很多人误解，特别是很多我们的同胞误解，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坚持不结盟这个原则，这绝对是一个错误概念。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结盟国家，是从1982年才不结盟。在过去几千年历史里边，我们不结盟的时间加在一起连半个世纪都没有。我们是一个结盟为主的国家，是吧？而不结盟这概念也是70年代才有的。我自己认为，不结盟在中国的历史上，它只能是一个极其短的
一个非常斩短时期的一个政策，它是个临时性的政策，是一个弱国的政策。当中国强大之后，中国只能采取结盟的政策，因为盟友才是国际关系中间最可靠的。如果说盟友也不可靠，不是盟友就更不可靠，它是相对而言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当中国的实力和美国差距越缩越小的时候，中国将必须重新考虑怎么结盟。而这个盟友的关系一定首先从周边国家开始，是吧？我自己个人有一个非常不沾边的想法，是吧？今天的韩国是美国的盟友，不排除今后会出现韩国既是美国的盟友，也是中国的盟友，韩国成为中国和美国一个共享的盟友。就像美国可以共享韩国跟日本这两个盟友，而这两个盟友永远不可能成为盟友。那么再有一个变化就是中国和前面相关的，就是说中国的外交政策从国家利益的考虑开始向一个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均衡的角度去考虑。所以我自己认为，作为一个不断崛起的大国，中国和美国提出了要建构新型大国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将从双边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从本国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转向从本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综合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谢谢大家。